比翼鸟族王宫偏殿，几棵树上的合欢花开得红艳明媚。这几棵合欢花树就长在韶光院的院子里，从仲隐住的正屋一推开门窗就能看到。这些花红的有些神似西南荒菩提林的菩提花。庭院中，一袭白衣的仲隐坐于树下的白石凳上，坐姿既不端正也不散漫，透出了些清雅之风。他本就少言语，脸上也不多表情，显得他这个人很是安静，却并没有不好接触的感觉。凤九去送小燕了，他送她到谷口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白雾中，他叹了口气。那日燕昼，帝君入了梵音谷。10几万年来，每次他都是以讲学授佛理为名义来梵音谷，一来就待上月余。比翼鸟族人不知道他本意在妙意会明镜，觉得这位神尊真是不爱伟大又不辞辛苦。又因他东华帝君身份不同于其他一般的仙魔，这比翼鸟族人虽说不爱与外人打交道，却十分敬重这位上古神尊。每回他来到谷里，比翼鸟女君都会亲自恭迎，王族大臣纷纷叩拜，鲜花百草一路铺陈，直至王宫。帝君他老人家向来不喜这些虚礼俗事，然而比翼鸟族人实在太过敬爱这位神尊，坚持要行此礼仪。帝君他老人家善解人意，主要是懒得费口舌，只当空气，随他们去了。虽然比翼鸟族寿命短，一代一代更迭得快，但这一礼节似乎成了他们的传统。这一次，帝君依旧打着讲学的旗号，因为他感觉到慧明镜中的异动比先前每次都要大些，要净化起来恐怕要多些时日。惯例的迎接仪式后，帝君住进了疾风院。这是帝君自己挑的一处别院，帝君每次来都住在此处。疾风院位于王宫东面的偏殿，这小院不算豪华，却干净别致。最重要的是，此处离其他偏院最远，最为清静。殿内缕缕白烟从紫青陶瓷雕花香炉中袅袅散出，那是帝君惯用的白檀香。东华帝君是个颇为讲究生活品质的神仙，衣食住行一丝一毫不马虎。白檀香是他喜欢的熏香，但凡到一个地方留宿，他总是要随身带上一些，就连香炉都是要自备的。然而白檀香的淡薄宁静的味道并没有怎么缓解帝君焦躁的心情。他本来没有听墙角的习惯，更不屑于听别人墙角。然而大抵是偶然吧，刚刚他甫一走进东向偏殿，就见几丈开外的长亭下有2个宫娥背对着他这个方向，凑在一起偷偷摸摸议论着什么，说得很是起劲，都没注意到他走过来。他心想，都说9重天的神仙爱八卦，什么事情哪怕只是有点苗头，就能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过几日天宫里就人人皆知。如今看来，这八卦还真是不分种族的。正当他不屑一顾视若无睹地走过时，就听见什么仲隐殿下的衣妹九歌公主之类的。他想起来那天凤九说仲隐曾替他隐瞒身份，于是他这么一个高冷的神尊，竟然稍稍用了些仙法，将那些闲话一一听了来。那话是这样说的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咱们女君对清风院的仲隐殿下有那种意思。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女君平日里严肃端庄，唯独对那殿下笑脸相迎，言语间还尽是女子的柔润之感。可是依我看，那位殿下好像对咱们女君没那个意思。这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你忘了呀，我这几日就在那韶光院伺候着。前些天咱们女君特地来韶光院请仲隐殿下去以香园赏花，结果殿下就以闭关为由拒绝了。这样的事来来回回有3、4次了。你说要是一个男子喜欢一个女子，那女子3番几次邀他，他怎会总是拒绝呢？你说的有些道理，不过也许真的是殿下忙于修炼，才没空陪女君呢。他到我们谷里不就是专程来闭关修炼的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殿下不是经常闭关的，我就总是看见殿下跟九歌公主一起，还有燕池雾殿下，他们3人有说有笑的。那又能说明什么呀？这3位都是魔族的，九歌公主还是仲隐殿下的衣妹，关系好很正常呀。衣妹又不是亲妹，我见仲隐殿下看九歌公主的眼神就不大寻常，不像是看妹妹的眼光。你且信我，都说女人的直觉很准的。你看了还真仔细啊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也对仲隐殿下有那个意思？我，嘿嘿，不告诉你。哎呀，怎么扯到我了？说的不是女君吗？
那依你看，咱们女军就没希望了。哎，我看可能性不大。今天上午我在韶光院打扫完仲尹殿下的正殿，一出门就看到他跟九歌公主两人在院子里赏合欢花，那殿下笑得很是温柔呢。如是种种，就是令咱们东华帝君心神不太安宁的原因。寻常人管这种情绪叫醋，可是帝君他老人家不这么想，他认为凤九是爱他的，这种爱早在樊尘历劫回来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在他为他断尾刻字，弱水河畔与他生死相随时，他就深深体会到这爱的深刻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别人对他有意，他也是不会爱上别人的。所以按理来说，他无需嫉妒谁。然而又有谁来告诉他，他此刻这慌乱又烦闷的心情是个什么意思？帝君心绪烦乱地端坐于殿内西侧的榻上，正打算去寻那只让他烦乱的小狐狸来，只见敞开的殿门外，一红一白两个身影款款而来。那不正是宫娥们嘴里的绯闻男女主角仲尹和凤九吗？这两个人怎地一同来了？帝君微微蹙了眉。凤九与仲尹一路走到殿内，仲尹神色淡然，嘴角微微勾着浅浅弧度，一边的凤九却毫不掩饰发自内心的愉悦，清澈水眸弯弯的，绯红樱唇绽放着明媚的笑意。帝君你来啦！他的声音清脆明朗。仲尹拱手道：仲尹见过东华帝君，许久不见帝君，帝君可还好？他的声音犹如淙淙流水，清澈纯净，他的语气里略带着些恭敬。帝君温柔的笑眼看过凤九，又缓缓移到仲尹身上，他收敛了眼中的柔情，挑了挑剑眉，直视着眼前的白衣男子：本君还好，10几万年不见，你倒是没怎么变。仲尹抬头迎上帝君目光，浅笑道：19万年已是沧海桑田，世间万物都会变，仲尹又怎会不变？帝君又是一挑眉，不语。他偏过头来望着凤九，悠悠地说道：小狐狸，你在王宫里是个什么身份？凤九活泼地答道：九歌公主。青丘与比鸟族不合，我不想暴露身份，仲尹殿下就替我捏造了这么一个名字，说是他的姻妹。哦，如此还真是多亏了仲尹。不过你们二人看着倒还真像是兄妹。小狐狸，你这稀里糊涂就多了这么一个好兄长，可是赚到了。帝君这话的语气透着一股酸溜溜。凤九并没往别处想，他所认识的仲尹迪却是善解人意，虽不多言语，却是温润如玉的。帝君说他们二人看上去像是兄妹，凤九有这样一个哥哥赚到了，这话他是非常同意的。他看了看仲尹，又看了看帝君，笑得十分得意。仲尹领会了帝君的意思，清雅俊颜上浮出一抹无奈的笑，淡淡说道：帝君说笑了，仲尹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能有个像凤九殿下这样的妹妹。或许帝君与殿下还有话要说，仲尹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说完，仲尹一拱手，转身退出了内殿。宽大的洁白青丝罗衣下摆随微风荡漾，犹如海边连绵不断涌起的浪花。墨色华缎一般的黑发直直垂下，黑白相间中透着无限清朗静雅。19万年以来，帝君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如今的仲尹，或者应该这样说，除了凤九之外，帝君从来都没有真正仔细地看过谁，他向来是睥睨一切的心态。望着渐行渐远的白衣少年的背影，帝君蹙眉沉思，或许凤行是对的。都说有情人之间小别胜新婚，这道理连远离红尘36万年之久的帝君他老人家都懂，我们这些看热闹的肯定更是心领神会，心照不宣。话说就在帝君望着门外片刻的愣神之际，凤九扯了扯他的袖角，瞪着一双水汪汪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帝君：帝君，你看什么呢？帝君收回神思，垂下视线看着凤九精致粉嫩的小脸，一挑眉：凤九，你与仲尹处得不错。凤九点头，咧着嘴笑开：殿下是个特别好的人。帝君，你们之前就认识？帝君听了这个评价，不大满意的情绪表露在了脸上，沉声道：他没对你讲过他的过去？凤九粗线条的没发觉帝君的不满，还很认真地回答道：没，不过帝君，我记得他说过他有个姐姐，是有一回我们一起喝酒，我喝得醉了，迷迷糊糊听他说的。这俩人倒挺熟络，还总一起喝酒。
帝君心中不悦得更甚，脸上严肃起来。小狐狸，酒有这么好喝吗？凤九一见帝君不高兴了，立马有些慌了，垂下了眼眸，不知所措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甲。不是，我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开心，喝些酒来尽兴。帝君悠悠地瞪了他一眼，抬手轻轻敲了一下他的脑门，无奈地扬嗔着说，你倒是朋友多。虽说神仙不同于凡人，仙体没那么脆弱，但是这酒饮多了也是损伤精元的，不利于修炼飞升。凤九知道帝君这是不生气了，又立刻抬起脸，笑盈又乖巧地说，帝君关心凤九，凤九知道，凤九保证以后不喝酒了，不让帝君操心。这个磨人的小狐狸，到底该拿他怎么办才好呢？帝君微蹙着的眉舒展开来，星眸中闪烁点点光芒，嘴角也带上了微微笑意。这一张本就俊美无双的容颜更显灿烂夺目，让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。这样一张俊脸就在距离凤九不足1尺的斜上方，花痴如凤九，可想而知，他此刻正摆着一张什么样的痴迷脸盯着帝君。帝君觉得这小狐狸傻傻看着自己的样子实在是呆萌极了，忍不住轻轻捏了捏他小巧的鼻头，轻声道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如有违背当如何？凤九傲娇地抬高小脸，声音却软糯得很，我堂堂青丘女君，怎么会说话不算话？帝君，你这是小看人。帝君凝视着眼前的伊人，轻轻地向他凑得更近了些，声音更轻柔更低沉了些，生气了。凤九一下子被帝君撩拨得红了脸，羞赧地低下秀颜，声音细若蚊蝇，没有。帝君甚是爱看凤九含羞的模样，还记得在凡间时，汉旦院的寝榻上，他总是逗弄着他，说些令他害羞的话，然后看着他泛起红晕的脸颊，满心顿时柔软得如同一汪春水。记得前些日子，他叫他来太晨宫，湖心亭上他拥吻了他，他也是满脸羞涩的样子，手都不知道放哪里好了。他的小狐狸最是可爱，追在他身后时义无反顾，不怕丢人。等他真正给了他温柔的回应，他倒不知所措起来。帝君浅浅一笑，伸手一把拉过凤九，将她融入自己的胸怀。他左手揽住她的纤腰，让她贴紧自己，右手抬起抚上她的侧脸，她的鬓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云鬓。他将要去调伏妖尊秒落，之后还要闭关一段时间，恢复好仙体和修为，以取心头血来祭纳三生石。这段时间，他既见不到凤九，又不能亲自护住她。一想到这个，他就惆怅起来。半晌后，他微微低下头，轻轻说道，九儿，明日你就出谷吧，回青丘去，乖乖待在东荒，好好修炼，好好理政，知道吗？凤九抬头疑惑地望着帝君，那你呢？帝君柔声解释道，我还要在这里传授一段日子的佛理，九儿先回去好吗？凤九并不想让帝君为自己操心，可他觉得他急着让自己回去是有什么隐情的，好像是要瞒着他冒什么危险似的。他从帝君束紧的怀抱中挣出2只手臂，来回抱住他，侧脸贴住他的胸膛，听见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。片刻后，他重新抬起头，诚恳地直视着帝君深潭一般的墨瞳，声音却好似孩童在向长辈请求2个时辰的外出玩耍时间一样，东华，我想留在这陪你，可以吗？帝君心下一颤，他觉得凤九可能发现了什么，可是又没说出来，只是这样认真地求着自己让他陪在他身边。他微微动容，却又忍住了让他留下的冲动，双手将他搂得更紧了几分，下颚温柔地摩擦着他头顶的青丝，轻轻地带着微不可察的哽咽声地哄着他，九儿乖，回青丘去等我，不会太久，好吗？这个不会太久到底是多久，帝君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自己想要怀里的这只小狐狸，想要得不得了。他也曾犹豫，让这样一个年轻又美好的不可方物的女子等着他，是不是太过自私了？这种犹豫虽然一点一点被他对他的赤诚打消，可是直到此刻还有那么一丝顽固地存留于他的心底。他不舍得他心伤，不舍得他为了他蹉跎自己大好的年华。在他说出等他的这句话时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。凤九则最喜欢听他这句等我，他一点也不怕等他等得久，他最怕的是他连等他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要做什么危险的事，既然他不愿意他知道，那他就什么也不想，好好的等着他。他不是不担心他的安危，
只不过天命还未改，他不知道若他执意陪着他，会不会于他有什么伤害。既然他已经决定要对他不离不弃，与他同生共死，那么他若伤了，他便照顾他；他若死了，也大不了陪他一死。想到这，凤九点了点头，应了帝君的话，同时也紧紧抱住他的腰身。一紫一红的身影静静地相拥了良久，帝君稍稍松开手臂，右手握着凤九的肩头，将她从怀中带开一些距离，微微低下头，深深吻上她的额间。都说男子去吻女子的额头，就代表着他对她最为庄重深沉的承诺，也是一生的承诺。帝君此刻的一吻，大抵就是这个意味。凤九轻合上双眼，两行清泪静静地从她精致的脸庞淌过。待帝君的唇离开她的额头，他睁开眼睛，扯着她的衣角，踮起脚尖，缓缓向她的方向凑过去。还未等她的脸凑到他近处，他便已俯下头，将自己微凉的薄唇印在了她柔软的唇上。香烟袅袅，白檀香悠悠地弥漫在整个内殿中，清淡却令人留恋的味道，一如初见时东华那清俊的脸庞。凤九觉得有些晕晕的，他总是这么不争气，在他身后追着他时倒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他真的对自己温柔了，他倒是有些犯迷糊。帝君的唇凉凉的，软软的，渐渐的有了他的温度。他一手揽住他的纤腰，一手托着他的后脑，宽大坚实的肩膀胸怀衬得他如此玲珑娇小。他仿佛要将他嵌进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丝毫不加以掩饰地用有力的拥抱表达着他想要他的心情。而他又何尝不想要他呢？他亦是用力地回抱着他，专注地感受着他的一呼一吸，陶醉于他唇齿间的深情缠绵。他越来越明白，他就是他的归宿，每次与他靠近，他的整个人整颗心都无法抑制地沉沦在他的温暖轻柔之中，不可自拔。这种感觉或许无关于天命，只在于心。所以从前他用冷言冷语推开他伤害他时，才会觉得那么费力，那么心痛，甚至比他曾经打的任何一场仗都令他心累，比他曾经受过的任何一次伤都疼痛。幸好他没有放弃，他还在原地等他。他皱紧了眉头，吻他吻得更深。这一吻饱含着他对他深深的怜爱、眷恋、愧疚、感激与承诺。不知不觉，两滴泪从他闭着的眼中溢出，滴落到他的脸颊上，温热的泪划过他玉瓷一般的肌肤，在他的心底晕开一阵暖暖的涟漪。他伸出舌头，轻轻撬开他的皓齿，长驱直入他柔滑的口腔，灵活地撷取着他口中每一寸芳香。他一安静地任他舌尖抚过，轻柔地回应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与他气息相缠，青丝与银发相绕。诗里说的岁月静好，一世安稳，大概就是现在这样吧。片刻地抛开身份，不理天命，只是两颗心灵的贴近与交融，须臾之间已是永恒。在他心中，他是他心灵的归属，在他面前，他不自觉地就展露出最真实的自己。在他眼里，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温润的男人，他想去疼爱，想与其生死相依的男人。这样的感觉就是真爱了，那是很纯粹、很美好、很坚强的一种情感。也许在外人看来，都觉得他白凤九是几辈子修来的好福气，竟令这天地间最为尊贵的神仙为之动情。但其实他知道，不是他选择了他，而是他成全了他。良久缱绻缠绵后，帝君好像想起了什么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停住了吻，头微微抬起，离凤九隔开了些空间，好清楚地看着他。他一挑眉，似是有些玩笑地与他说：九儿，我记得你招选夫婿时曾提出过4个条件，可本帝君好像只满足了最后1条，这如何是好？凤九忽然被他这么一问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当时就是随便一提，嘿嘿，随便一提，那会我还以为你不需要我了。帝君本来只是想逗一逗他，却勾起了令他心伤的回忆。他心中一阵抽痛，凝视着凤九的眼中晕出了疼惜之色，却又无奈的一笑，抬手轻轻敲了他的脑门，轻叹着：傻狐狸。随即又顿了顿，认真地看着他说道：九儿，你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，你所见到的不是真的我吗？凤九怎会不记得呢？那天他说完这一番话，他伤心得不得了，一遍一遍仔细地想着，如果那不是真正的他，那么真正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？真的是像他说的双手染血，
杀红了眼又不理世俗，远离红尘的样子吗？他想了好久，想着想着就不去想了，因为他好像并不是没见过他一身魔气、凶狠杀戮的样子，也不是没见过他冷情决意、对他的痴缠无动于衷的样子，见过却还是改不了爱他的心情。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他怎地忽然又提起来？他看着他，记得呀。怎么了？只见帝君脸上浮出一抹苦笑，些许自嘲地说道：你这么年轻，而我已经足够做你的爷爷；你这么纯洁，而我双手沾满了数不清的鲜血；你这么勇敢，而我却还以天命为理由，自欺欺人地想要推开你。后来你要同我生死与共，而我居然自私地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凤九听得红了眼眶，晶莹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怎能这么想？他有些着急地打断了他的话：东华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最好的。你以命护苍生，自断姻缘，敢问这天下还有谁有这般慈悲的胸襟？你说你杀人无数，可我却觉得你最为英勇，也为这天下牺牲最多。我年幼未曾遇见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。后来上天居然让我遇到了你，我喜欢你，而你居然也喜欢我。我知道因为三生石的事，你怕我受到牵连，不得不说狠话伤害我，这不能怪你。相反，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即便分开的几百年里，我以为这辈子就只能与你相望，我也是很感激你的。你可能够了解。他当然了解，这400年来他不曾对他忘情，而他又何尝想要放弃？只不过横亘在两人中间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他一想起他为他自断一尾，那份心痛就好似要将他撕裂一般。他实在不愿再让他为了他一手造成的事端费尽心力，甚至做什么伤害自己的傻事。无论如何，他想自己找到办法，亲手弥补那个失误。这是他想要给他的，应该给他的，因为她是他此生唯一爱着的女人。可是怎奈小狐狸以为他要与他相望，他终究又伤了他。他听说他要招亲，听说他与别的男人处得不错，他就再也坐不住了。他倒不曾怀疑过他对他的深情，只是怕因为他的隐瞒和沉默而错过他。其实他是想告诉他，他已经不再执着于他见到的到底是哪个他，因为无论哪个他都无法压抑住不对他动情。他也相信无论是哪个他都不会嫌弃。帝君望了凤九片刻，略带着些哽咽的鼻音，故作轻松地逗他说：你是我见过最傻的小狐狸。凤九破涕为笑：我才不傻，我这叫心态好。帝君忍不住浅浅一笑，绝世的俊颜又往凤九那处凑近了些，幽深的眸子凝望着眼前小脸绯红的心上人。他收了笑容，双眼却将他看得更深，深到了他骨子里。他的声音轻轻的，听上去却重若千钧：九儿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乖乖等我。